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过的话做不作数。我说过的话，自然作数。那日我救了你于三叔还有殷六叔的命，你说过要为我办3件事，不得有违，是也不是？不错，你要借我一副屠龙刀一砍，我已经做到了。你只做了第1件事情，如今我要你为我办第2件事情。当着天下众位英雄豪杰的面，你可不能失信啊！拜堂之后，我自然会做。请赵姑娘不要耽搁了新人拜天地的良辰吉时。就是别耽误。我这第2件事情，就是要你今日不能与周芷若拜堂成亲。这件事，恕难从命。张无忌，你说过的话不算数吗？我和你早有言在先，绝不可违背侠义之道。我和芷若早已有夫妻之约，如果我依了你，便是违背了这个义字。如果你今日与他成婚，才是真的不孝不义。赵姑娘，今天我敬你是可，让你3分。如果你再胡说八道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么说，这第2件事情你是不肯依我了？绝不依从。好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他在干什么？我这第2件事情，你依不依我，全由你。哼！赵姑娘，请留步。一切从长计议。要不就跟我来，要不就和周芷若拜堂成亲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婆婆妈妈。好，都依你。今天暂不成婚。这真的？这无忌，这好，那你跟我来。竟然就这样一走了之。教主，教主，教主，欺人太甚！无忌，张无忌，你受这个妖女迷惑，竟然在大婚之日弃我而去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芷若，我对婚约绝无反悔，只是少言数日，请你谅解我。我们2个人只能选一个。你要是踏出了这个门，就不要来找我。芷若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办完之后我一定回来给你个交代，跟你成亲。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在大婚之日去办？你就是跟这个妖女于情未了。这件事对我来说比我性命还重要，我一定回来跟你好好解释。我答应你，我张无忌绝不负你。我不要听你的解释。想不到峨眉派还能练出如此毒辣的武功。怎么回事？这必须不是正常，他怎么了？大打出手。对不起。张无忌！教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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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各位亲眼所见，今天张无忌为了蒙古妖女弃我而去，是张无忌负我，不是我负他。从此以后，我周芷若和张无忌恩断义绝。我周芷若不雪今日之耻，有如此诛。醒起来！来，小心！走开！你先别走。我姨父到底在哪里？你怎么有他的头发？你要见他，你就跟我来。我不会跟你一起去的。你直接告诉我吧，我自己去找他。你不跟我一起去，你就永远别想再见到他。你对他怎么了？我警告你，我姨父要是有什么不测，我第一个杀了你！你舍得吗？如果你觉得我救了你，是因为我对你余情未了，那你可以死了这条心了。我早就死心了。那就好，你拿我姨父的性命要挟我，逼我逃婚，害得我连向芷若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这样陷我于不义，我今生今世都不要和你在一起，再也不管你的死活。张无忌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要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我来找你，不是为了抢亲，来祈求你的爱，是为了带你去找你义父。周姑娘，周姑娘，这是什么邪门的功夫？诸位，今日之事实在是遗憾，范某替张教主向各位赔罪。不过各位请放心，我和杨左使一定竭尽全力找回周掌门，等张教主回来澄清一切，婚礼续办。是。厉派掌门说了，与你们明教教主恩断义绝，从此峨眉派与明教毫不相干。我们的掌门，我们自己会找，难道还要你们明教来插一脚吗？哎，走！这妖女到底以什么手段来要挟无忌，让无忌甘愿弃周姑娘不顾？啊！我武当派先行告退。宋大侠，再会，告辞。告辞。走。只怕教主在江湖再无威望。朱老四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放屁了？你不说话显得你没有存在感是吧？有这闲工夫让你的手下把元帅府看好了，快去呀！是。哎，你说说这朱老四什么时候变得口无遮拦啊？哎，气死我了！恐怕他所言甚是啊！你好好想想，我们教主和周掌门的联姻，其实就是明教和峨眉的结盟。这下好了，盟没结成，还结了仇。我们绝不能让江湖人士说我们张教主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失信小人，更不能被郡主，不，被赵敏牵着走。我说的是朱老四。好了，抓紧传令下去，找回张教主和周掌门。这婚礼只能续办，不能取消。我知道。
你别动，敷了这药能解毒。别碰我！你肩上有毒。你别碰我！来，小心。周芷若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怎么会这种阴毒的招数？我看，一定是你这个魔教的大魔头，把峨眉掌门给带坏了，才会叫他使出这么阴毒的招数。邪魔外道，果然不好惹。你看我干什么呀？看你这副不饶人的嘴脸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吧？觉得怎么样？肩上又痒又痛，周芷若的武功真是厉害。她武功突飞猛进，你有想过各种缘由吗？一个女子在大婚之日被人抢亲，能不生气吗？她想置女于死地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对，我都忘了给你张大教主赔罪，是我害你抛下如花似玉的新娘子，耽误了你洞房花烛。你别再挑拨我跟芷若之间的关系了。我跟她从小就相识，我很清楚她的为人，你不用怀疑她。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这世间的事情，并非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过些时日，你自然会懂谁是谁非。周芷若是好是坏，终究瞒不过天下。够了，你别再说了行不行？你凭什么呀？就凭我肩上的伤势。我说过，当日在灵蛇岛持刀杀人的人就是周芷若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因为他不是那种人。那日在岛上沉睡之中，我隐约听到一种很独特的声音，那正是他掌门铁指环的声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已经取得了屠龙刀跟倚天剑，并且解开了当中的奥妙，所以才会武功大进？不可能！难道你没有发觉他出招凌厉狠辣，更胜他师傅吗？这根本就不是峨眉派的武功。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不想妄下定论。现在还是救义父要紧。赵姑娘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义父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说过了，你跟着我，我自然会带你去见他。赵姑娘，要不找个地方先休息会儿吧？继续赶路，不要耽误时间。你身上的毒虽然已经解了，但我们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，我怕你身子受不了。就你义父要紧。你这又何苦呢？我现在不是朝廷的人，也不是郡主，现在在我面前只有2条路：一是认命，就是跟你说出你义父的所在，然后跟你诀别，从此做一个无以为家的女子。不过你也应该明白，轻易放弃不是我的作风。我这个人嘛，宁死不屈，所以只好赌上一赌。赌什么呢？赌你对我的真心啊！待你认清真相之后，也许你就会想通，不再拘泥于身份，答应跟我在一起了。我不告诉你义父的所在，是因为这是唯一我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的办法。我怕我一旦告诉你，你就会离我而去，而且我也不放心你的安全。你为人太过敦厚，我怕你吃亏。撤！撤！肚子有点饿了，咱们到前面县城找点东西吃吧。小王爷与反贼大战在即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先行赶去，把军机上呈小王爷。密函。这明教的行军方略，怎么在援军手上？你确定这是军机，还是
这只是你的属下特意泄露假的行军方案，好让我哥哥中计战败。你哥他……我不会回答你任何关于我哥或者是援兵的问题。虽然我喜欢你，可是让我出卖家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就像是我让你出卖你兄弟，你也不可能答应吧？哥哥，张无忌，把军机给我交出来！军机不在我身上。敏敏，那军机就是在你这儿了。你别妄想了，我早就把军机给毁了。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嗯。放开我！张无忌，你要救你义父就先救我！无忌。不要！不要伤害我哥哥！你怎么样？我们走。你明知道九阳神功会伤到你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就证明了我说到做到，我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家人。同样，如果他们要害你，我也会为了你拼命。这就证明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说到做到，我才更害怕。难道朝廷与明教之间的矛盾你不清楚吗？还赌什么呢？赵姑娘，我已经被你伤成这个样子，你真的忍心推开我吗？你别多想了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就算赌输了，我也不在乎。来，你看。你这身打扮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我这样很傻气吗？我们光明正大的张大教主，宁死也不肯偷别人的东西，就拿了我的黄金头饰跟别人换了这身粗布麻衣，还有这牛车。你不怕泄露行踪啊？我都和大婶大爷说过了，他们绝对不会透露半点风声，你就别多想了啊。张教主，你长这么大，被人出卖过无数次，在鬼门关前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，却还是没有得到教训。啊，我这上辈子到底是做了多少孽，或是干了多少好事儿，
才遇到你这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傻人。赵姑娘，你身上不是还有伤吗？别说话了，坐好了啊。怎么了？你又做噩梦了？我们在哪儿？我们到村里农家先借住几天，让你先好好养伤，然后我们再上路吧。你不怕来不及去救你义父吗？欲速则不达，就怕你伤情恶化，还是一样会耽误行程，还不如先停下来休息会儿。来，盖好。坐稳了啊。走。终于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我也可以好好躺着安睡了。哎，赵姑娘，你还不能睡呢。为什么？你身上旧疾连连，再不好好养伤，便会借伤成毒。一旦毒素进入五脏六腑，成了旧疾，就很难根治了。我小的时候就受玄冥神掌之毒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所以我要尽快帮你去毒。你先把药喝了吧，好吗？先起来。小心躺。有一刻，我真的想过，希望我的伤一生一世都不要好。说什么胡话呢你？当我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妖女，变成了弱不禁风的女子，张教主才懂得怜香惜玉。如果只有这样才能换来你的关爱，我希望这伤永远都不要好。只可惜，我偏偏不是那种惺惺作态、工于心计的女人，所以要办也办不来，实在没有这个福分。别说胡话了，哪有人想要当一生一世的妖怪子啊？我知道你担心你义父的安危，你快给我疗伤吧，希望我能够尽快复原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尽快赶路，不再耽误行程了。来，小心。赵姑娘，赵姑娘，以为这世界长夜漫漫，你为我点亮孤灯一盏，所有的爱恨。张无忌，你醒了。赵姑娘，
你身上还有伤呢，怎么乱跑出来了？没事儿了，你的武功呀真是厉害。昨天晚上我睡了个好觉，也没有做噩梦。今天早上起来精神也特别好。哎，你看我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学做了白米粥，你一定要尝尝。啊，走。今生一场梦，永世不还。你尝尝。谢谢。怎么样？真好喝。你别骗我，我长这么大才第一次下厨，怎么可能煮得好吃呢？这粥都煮过了头，还有一阵焦味呢。不，我是真的觉得好喝，还想再来一碗呢。你要是当天没有依我，跟那个周芷若拜堂成亲，她厨艺高超，你一定可以大饱口福，也不用在这儿喝我这碗焦粥了。周姑娘，其实我对这门婚事一直非常忐忑，就怕做了自己后悔的事情。还好你出面阻止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倒像松了一口气一样。这个呀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只是你一天不说出来，我就还得背负着坏张大教主天赐良缘大坏人这个名誉。不过世人怎么看我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你张教主真正的心意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们不要再耽误行程了，明天继续赶路，去找你义父吧。可是你身体还没有复原呢。我的伤都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，你不见今天早上我还可以帮忙干活吗？一整天下来，伤口一点儿也不痛。你不想早点见到你的义父吗？我知道你心系我义父，今天还跑去干农活，让我以为你已经复原了。但其实我很清楚你的情况。今天给你疗伤的时候，发现你真体有点混乱，身体还是虚弱的不行，根本不适合远行。我看再休息2天吧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，我说明天可以上路，明天就可以上路。可是要是耽误了行程，义父有什么闪失，你可担当不起。我不想你抱憾终身。好，谢谢你，绵绵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再歇一会儿？不用了，我都说我没事了。
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定要老实告诉我。那你先老实告诉我，周芷若人美，又比我温柔100倍，为什么跟她成亲你会觉得不安啊？是因为我吗？不止吧。除了我，还有什么令你不安啊？无忌哥哥，今天进城到处都是欢呼声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个皇帝一样？等大业完成之后，你我两袖清风，做一对除暴安良的隐士侠侣。我是峨眉派的掌门，身上担子极重，师父临终前把铁指环交给我，命令我要光大峨眉。我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张无忌，张无忌，想什么想那么出神呢？没事儿。你还没有回答我，周芷若到底什么令你不安啊？我只想尽快找到我义父。那找到你义父以后，你会按照杨顶天的遗嘱，把明教教主之位传给他吗？这件事我跟义父提过，他硬是不肯接受，要我继续掌管明教。如果你可以抛下一切，跟我浪迹天涯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我们可以周游四方，到处惩奸除恶。等我们老了，不想再走动的时候，就归隐山林，放羊种田，与世无争。想想都开心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怎么了？我的脸脏了吗？怎么了？妹儿，周芷若，你为什么要杀人啊？阿牛哥，阿牛哥，不要说。周芷，芷若，师父，事成之后，把那个小魔头给我杀了，以免他为祸武林。芷若，你现在已是峨眉掌门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本派最大的秘密，只有历代掌门口耳相传才得知的大秘密。当年郭靖郭大侠夫妇炼制了屠龙刀跟倚天剑，将2件天下瑰宝收在其中。
你取到倚天剑和屠龙刀之后，一手执刀，一手持剑，运起内力，以刀剑互砍，宝刀宝剑便会同时断折，即可取出藏在刀身和剑刃内的五木遗书和九阴真经。师父，我终于可以完成您的心愿，驱逐元氏，光大峨眉。师父，我已经遵从了您的吩咐，取得了九阴真经和五木遗书，只是我一时糊涂。畜生！你违背师尊遗言，跟那魔头成亲，你大逆不道，欺师灭祖，结果你当众受辱，在天下人面前被他悔婚，实在是活该。